这回真的是早上了。今天跟之前讲的一样，会来讲一下这个 Flutter 优化相关的东西。就是 Flutter，因为它每个像素都是直接用 Skia 去画的嘛，所以说你屏幕分辨率越高，它就要创建越大的 buffer， 也就会吃越多的内存。这个是很难去消掉的，因为它这个原理上的关系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呢，就是消掉它除了必要开销之外的东西，就包括这个图片呢。就默认这个图片是非常吃内存的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 social media 有用户传的图片，你不知道他传的是什么牛鬼蛇神图片，有没有优化过，不管他不知道的。你可以发现啊，我特地拿现在的 code 去把我的那个图片优化去禁用掉，具体的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可以 check out 到这个分支。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主要是负责图片的这个 universal image， 就是我用它来加载的。然后这里把那个优化禁用掉，然后再给你看这个正式的主分支。这个主分支嘞，它这里会有加一个 resize image， 这个 resize image 是干什么的呢？到时候我们会提到 ，OK。然后这里的话是 layout builder 套进去，然后将这个 constants 传进 chase height 和 chase width 里的 ，OK。具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，我们待会就会了解到。那么这个，如果说你有遇见过你的 app 非常这么大，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想看 DevTools 嘛，结果发现那个 DevTools 呢上面有一块非常虚高，那个叫 RSS 内存，就是它实际 allog 的内存。向操作系统申请的内存，RSS 内存大抵呢是 Flutter 你的 Dart VM 之外的原生的内存占用部分。就比如说，如果说你用了别的原生库，像什么视频播放的，然后它要加载那个视频，它就会存到 RSS 内存里面，它这个不算那个 Dart 管的。因为那我其实之前不知道这个图片也是算在里面的，但是有一天我在滑手机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了一个帖子讲这个图片优化，那所以说我也来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怎么优化这个图片呢？如果说你写过 Web 就会发现，就是说图片这个东西，不管是图片，像什么 CSS 那些素材啊，都是要经过优化，不然加载时间要花很久。什么亚马逊的老总曾经说过，多加载1秒可能少1%那个客户转化率啊，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像如果用一些比较成熟的框架，比如说 Next.js、Nux.js 或者说其他的，然后有一个别的组件啊，它是那个组件的话呢，会通向它内部会有一个 API 去优化它的图片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差不多也是一样的。网页优化图片是为了优化加载速度，我们是为了优化内存占用。那么优化图片就是跟网页端差不多，你可以直接从人头上解决，就是你把那个图片文件本身给它变小，是不是？或者说用什么别的第三方的服务，然后就像那个 Nux.js 的 endpoint 一样，你传个 URL 进去，然后它会帮你压缩，再给你丢回来。当然，这还有一些比较开源的解决方案啊。对，这个库，然后最终没有用它是因为比较懒，主要是考虑到我服务器的占用问题，然后把它融合进我目前的现有体系的话，要不就只能把它当做那个一个库来用。然后也是比较麻烦，所以目前还是没有做，可能未来会做吧。这样子的话，你这个图片文件本来就不大，那 Flutter 没有理由去乱吃你内存，是不是？那不然就是你不好改它原文件，或者说你没有服务器，只是写个前端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我的方法，我目前用的方法，我刚才叫在传播处解决。我们是传播处呢，就是在最终它到内存之前啊，让它变小一点，告诉 Flutter 弄小一点。OK， 其实如果说你有仔细观察过 image 组件的话呢，它里面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Chase width 跟 Chase height， 那个 Chase width 跟 Chase height 的话，它直接这么写是没有的，你要用那个这样子的方法去写，比如说 network 啊，然后 src 这是 Chase width 和 Chase height 嘛，然后其实它底层就是套了一个 resize image 嘛，resize if needed， 所以说我在这里再套一个这个 resize image 给我的 provider 来说，那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差别。那这个 resize 的话，从字义上来说，它是把这个图片啊重新缩放，就是改变它大小，这样子的话呢，
它就会改善它在内存里占用的空间。OK， 基本上的原理就是这样子的。怎么用这个你要知道，就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图片需要渲染多大的大小，然后你拿它的大小去乘以这个 device pixel ratio。不然的话，你的图片质量会被降得非常低，是吧？高清马赛克，因为实际上的话，像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高和宽，它是逻辑像素，然后对于这种比较高分辨率的，尤其是手机会比较容易出现，它的操作系统会对其再进行一次缩放。那么如果是我们的图片的话，它这里又传的是实际像素，就是实际多少的大小，所以说你要去乘这个设备的这个像素比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才可以确保它这个图片的质量会比较细腻。那如果说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如果说你有需要用这个 image provider 的场景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 resize image 来做。然后 resize image 的话，还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你直接硬套下去，然后有发现说你渲染的这个图片渲染的情况，图片渲染的图片它的原本的大小跟这个你要渲染的大小，它这比例不一致的话，这个 resize image 的话会决定去把它拉伸，所以很奇怪。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传入一个 policy 嘛，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正常一点，看它像是那个 box fit cover 一样。当然你可以按照你自己需求调整，这个就不多说了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说你用 resize image 的话，我不加这个，为什么我要在一个 web 上直接把它丢进去呢？因为最近的 Flutter 版本好像 Flutter 他们改坏了一些东西。如果说我直接把它丢上去的话，它会有问题，就是它的图片呢会整个黑掉，就不显示内容。我们都可以来实验看看，是吧？像这样子的话，像 downscale 的图片它是会异常，那你点开来，哎，然后它缩回去又异常了，大概率情况会变黑，小概率情况是正常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说在 Web 上面，如果用 resize image 的话，我不知道它是处理的太慢了还是怎么，反正就是不太正常。我的解决办法是推荐不要用不要用是最好的方法。还有啊，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检查一下你有什么遗漏的地方的话呢，可以去开一下这个，要用这个 debug invert oversize image 这是 foundation 这是 debug 里面不是 foundation 里面的一个常量，全局变量。然后你要把它设成 true， 或者说在 debug 环境下设成 true 的话，就是把这个 debug mode 给它传进去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不再跑一遍那编译，很费时间，就会看到这个从地狱来的图片 A1 是吧？它会把这个图片的数据要反过来，包括它的颜色跟这个方向，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它这个图片过大了，你可以对它进行优化。这就是对图片进行优化的。如果说一切得当的话，你可以得到我差不多的结果。为什么它还是有800MB 呢？因为不仅是我的 app 有这个，如果说你用别的 Flutter app 的话，像那个 Rustdesk 或者说其他的，像那个已经商用进入 production 的 Superlist， 它在我的电脑上也是800MB 平均。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我最开始讲的，它 Skia 它每个像素都渲染，它有那么大的一个 buffer 嘛。所以说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，你图片分辨你的屏幕分辨率越高，所要的内存又。那么我最开始因为这个图片的问题，最开始还有想要去跑到 React Native 过去，因为它的那些都是原生去处理的嘛，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实际上好像也确实，但是不知道是 debug 关系，就是平均还是有500MB 左右的占用。但是呢，我不用 React Native， 因为我不想用 React Native Web， 那个 React Native Web 比较坏 ，OK。然后有没有原生的客户端，性能肯定不是这个好。你看我们这个可以跑120 FPS 呢。像那个如果说你用WebView Safari 的 WebView， 它只能给你锁到60赫兹，60 FPS， 非常的坏。所以说还是 Flutter 好啊。那么今天就是差不多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，比较简短，但我觉得比较有用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拜拜。